长女持家。不过母亲越来越懒了，施桂芳生孩子一定是生伤了，心气全趴下了。她把小八子交给玉米也就算了，再怎么说也不该把一个家都交给玉米。女人活着为了什么？还不就是持家？一个女人如果连持家的权利都不要了，绝对是一只臭鸡蛋，彻底的散了黄了。玉米倒没有抱怨母亲，相反很愿意。做姑娘的时候早早学会了带孩子持家，将来有了对象，过了门圆了房，清早一起床就是一个利索的新媳妇，好媳妇，再也不要低了头从眼眶的角落偷偷地打量婆婆的脸色了。玉米愿意这样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玉穗、玉秀、玉英、玉叶、玉苗、玉秧，平时虽说喊她姐姐，究竟不服她。老二玉穗有些憨，不说她，关键是老三玉秀。玉秀仗着自己聪明，又会笼络人心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村子上，势力已经有了一些了。还有一点相当要紧，玉秀有2只双眼皮的大眼睛，皮肤也好，人漂亮，还狐狸精，屁大的委屈都要歪在父亲的胸前发嗲。玉米是做不出来的，所以父亲偏着他。但是现在不同，玉米带着小八子还持起了家，不管管他们绝对不行了。母亲不撒手则罢，母亲既然已经撒了手了，玉米是老大，年纪最大，放到哪里说都是这样。玉米的第一次掌权是在中午的饭桌上，玉米并没有持家的权利，但是权力就是这样，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，捏出汗来，权力会长出5根手指，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。父亲到公社开会了，玉米选择这样的时机，应当说很有眼光了。玉米在上午把母亲的葵花籽炒好了，吃饭之前也提好了洗碗水。玉米不声不响的，心里头却有了十分周密的谋划。家里人多，过去每一次吃饭，母亲都要不停地催促，要不然太拖拉，难收拾，也难免鸡飞狗跳。玉米决定效仿母亲，一切从饭桌上开始。中午饭到了临了，玉米侧过脸去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快点，葵花籽我给你炒好了，放在碗柜里。”玉米交代完了，用筷子敲着手上的碗边，大声说：“你们都快点，我要洗碗的，个人都快一点。”母亲过去也是这样一边敲打碗边，一边大声说话的。玉米的话产生了效应，饭桌上扒饭的动静果真紧密了。玉秀没有呼应，咀嚼的样子反而慢了，骄傲得很，漂亮得很。玉米把七丫头玉秧抱过来，接过玉秧的碗筷，喂她。喂了2口，玉米说：“玉秀，你是不是想洗碗？”玉米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抬头，话说的也相当平静，但是有了威胁的力量。玉秀停止了咀嚼，四下看了看，突然撂下饭碗，说：“等爸爸回来。”玉米并没有慌张，他把玉秧的饭喂好了，开始收拾。玉米端起玉秀的饭碗，把玉秀剩下的饭菜倒进了狗食盆。玉秀退到西厢房的房门口，无声地望着玉米。玉秀依旧很骄傲，不过几个妹妹都看得出玉秀姐脸上的骄傲不对称了，绝对不如刚才好看。玉秀在晚饭的饭桌上并没有和玉米抗争，只是不和玉米说话。好在玉米从他喝粥的速度上已经估摸出玉秀的基本态度了。玉秀自然是不甘心，开始了节外生枝。他用筷子惹事，很快和4丫头玉英的筷子打了起来。玉米没有过问，心里却有了底了。一个人如果开始了节外生枝，大方向首先就不对头，说明他已经不行了，泄气了，喊喊冤罢了。玉英的年岁虽然小，并不示弱，一把把玉秀的筷子打在了地上。玉米放下手里的碗筷，替玉秀捡起筷子，放在自己的碗里，用粥搅和干净，递到玉秀的手上。小声告诫的却是玉英：“
玉英，不许和三姐闹。玉米当着所有妹妹的面把玉秀叫做三姐，口气相当的珍重，很上规矩。玉秀得到了安抚，脸上又漂亮了。这一来，委屈的自然是玉英。玉米知道玉英委屈，但是怪不得别人。在两强相争、寻找平衡的阶段，委屈必然要落到另一些人的头上。玉秀第一个吃完了，玉米用余光全看在眼里。狐狸精的气焰这一回彻底下去了。不要看狐狸精猖獗，狐狸精有狐狸精的软肋。狐狸精一是懒，二是喜欢欺负比他弱的人。这两点你都顺了他，他反而格外的听话了。所有的狐狸精全一个样。玉米要的其实只是听话，听了一次就有两次，有了两次就有三次，三次以后他也就习惯了，自然了。所以第一次听话是最最要紧的。权力就是在别人听话的时候产生的，又通过要求别人听话而显示出来。放倒了玉秀，玉米意识到自己开始持家了，洗碗的时候就有一点喜上心头，当然绝对不会喜上眉梢的。心里的事发展到了脸上，那就不好了。